那个子弹的位置就在我的动脉旁边了。我说上帝啊，看样子我可能要回天家了。他叫我把衣服脱下来，有没有带窃听器？看到的话，那后果不晓得。我保护过的福特总统、克林顿、老布希、小布希、雷根总统、雷根夫人、奥巴马，然后川普。我大学联考的时候，英文只考了5分，满分100，我只考了5分。可是我圣经考了85分。欢迎来到 LFC 门里门外，我是主持人 Mary。今天的嘉宾 CP 曾在美国特勤局工作20多年，负责重要人物安保，参与重大金融犯罪调查。而最精彩的故事，或许并不是他的职业经历，而是他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信仰。您来之前我还一直沉浸在这个特勤局的电影的很多情节，24小时啊，谍影重重啊，我们都听说过这个 Secret Service 啊，但是真的对于这个特勤局到底做什么，不知道你今天能给我们分享分享吗？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单位就是在查，就是这个假钞，那后来把金融犯罪又慢慢的纳进来，一直到后来发现了美国有好几任总统，有的被刺杀，有的被歹徒弄到受伤或者受重伤。他们发现了总统这么重要的人物，必须要有人保护。所以其实我们真正 secret 的部分呢，不是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职位是 secret， 我们是等于说联邦政府的犯罪调查的单位，我们跟FBI 啊，跟 DEA 啊，跟 ATF 啦，里面的调查人员的编制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每一个单位调查的这个犯罪的种类不同而已。您在这个特勤局里边，您的工作是什么？其实我刚开始，我主要调查的是假信用卡跟假钞，我们有负责跟踪啦、问话啦，找到这个可能的嫌疑人啦。我刚开始的前6年做过很多的卧底工作，假钞啊、假的信用卡啊，甚至于是这个银行里面这个客户的个人资料啦。听起来还是挺电影戏剧性的挺惊险的。卧底有没有危险呢？这个卧底当然有，我也有被人家这个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被人家叫到厕所去。那因为我们身上都会有带窃听的收发器嘛。他要看我衬衫底下有没有带窃听器，因为对方要检查我，所以我在还没有进到饭店的大楼的时候，我把我的收发器扯下来，就直接丢在饭店门口的这个垃圾桶里面。他一看，我发现我胸口有个绷带，他说：“你胸口为什么有个绷带？”我说：“哦，因为我健身受伤了，所以我要带一个绷带。”那结果他居然相信我了。那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没有把这个收发器扯下来丢掉的话，那看到的话，那后果不晓得。那就真的像电影里面的可能就没命了，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讲到你们要保护总统，那你的在任20年当中，你保护了多少个总统啊？哇，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除了要保护现任的总统以外，也保护前任当过总统的，也是我们要负责的。所以说做过总统等于终身就要被保护。对，我最老的总统，我保护过的是福特。哇，对，克林顿，小布希，老布希也有，雷根总统、雷根夫人啊，奥巴马，然后川普，拜登总统在当总统的期间，我已经退休了。就是听您讲您的这个工作勤务特勤局，很难联想到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孩子他在什么样的背景长大，以至于他最后能走上这样的一条生涯呢？我是1963年出生的。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小的时候去教会就是去玩嘛。那边有很多的孩子跟你年龄差不多，然后教你们唱一些诗歌，讲一些更多的圣经故事给你们听。每个礼拜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今天要去做礼拜。”你就非常就非常 excited， 就抱着一个去玩的心态。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从小信的，那到了青春期会有叛逆。您碰到了这种现象吗？有，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我交上了爱玩的朋友。其实我一开始初中的时候还是好班了，我进去一个很好的班级。可是呢，在学校里面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呢，不爱念书的，所以呢，我也不爱念书了。很奇怪，就是去教会呢，还是去，
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嘛，所以教会你会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姐妹，那个小女孩，对，有其他的女生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去这个青少年团契啊什么这样子。去教会的这个本质就变了，动机也变了。听你这么讲，你好像没有那么叛逆。我们那时候的坏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坏呢是打架。我住的那个地区呢，隔壁呢就是这个眷村，我们说在台湾叫做眷村，都是这个家人。对，眷村的小孩就很团结，我们不会去惹别的人，可是呢，我也不允许别人来惹我们，所以我妈妈常常担心我回到家的时候是不是全身回来的，还是今天要送急诊啦。是不是被人家这个拿刀子给捅啦，或者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么讲，我知道那个年代是联考的年代，是不是？那怎么考大学呢？高中的时候是橄榄球队，3年里面呢，2年半是在打球。到了大学联考的时候，几乎呢，我是完全没有念书。我每天都跟我爸妈讲说，我去图书馆念书。可是呢，到了图书馆呢，早餐一吃完就睡着了。我那个时候英文只考了5分，5分啊？对，满分100，我只考了5分。我妈妈有问我说要不要重考啊？我说我重考搞不好考得更低。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出国，我甚至于想到说我这辈子绝对不可能会讲英文。我那时候还办了提前这个当兵，学这个修理汽车，都已经做好打算了。突然有一天呢，我妈妈打电话问我说：“哎，这个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学校叫做基督书院啊？”我说有啊。我说我知道这个学校。我妈妈说这个基督书院应该是教会学校吧？你去问问看他们这个入学是怎么样一个方式。我就打电话去问说，我想报考这个基督书院啊，是用我们大学联考的成绩来申请了，还是要另外考试？他说那个老师讲说，哦，没有，来我们基督书院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考试。我说哦 ，OK， 好，那我就。我就想说，我试试看吧啊！我就再来一次机会啊！对，到了学校去以后，我就开始报名啊。我记得好像是考5科吧。报名还没有结束之前，你要选择考试日期的时候，老师就问我说：“他说这位同学啊，数学跟圣经你可以选一个考。”我说啊，对不起，请您再说一次。他说数学跟圣经你可以选一个考。我说我可以考圣经啊。他说对，我们是基督教学校，基督书院，你可以考圣经。那你数学考几？我数学我一定是0分嘛。英文是5分，数学0分。我那个时候很烂的学生嘛，都不念书了。数学我一定是0分，可是圣经我一定不会0分。我从小上主日学啊，这个成绩下来，我的成绩呢大概差2-3分才够入学资格。可是我圣经考了85分，高分呢？非常高分。然后学校看到我的圣经分数考得非常高，破例这个录取了。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哎呀，还好我上了主日学，你看看。可是那个时候心里有一点感觉说，哇，这真的是为什么别的都不行，居然让我来到一个学校是可以考圣经的。我们有很多的外国老师、外国宣教士老师，所以我们每天在这个英语的这个洗涤之下呢，你会慢慢就习惯了。对，英语5分的，对，我这英语5分的，我很痛苦。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到了那个学校，学了很多就是英语国家这些人在学英语的方式。你原来你只要先学会这个字怎么念，这个单字的拼法，你就是会了。所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慢慢把我的英语呢越调越好，越调越好。对，所以后来才有机会到美国来念书。我当初是到美国来念书，然后我的父母亲那时候也在申请移民嘛。美国念完硕士学位，毕业的时候不到2个月，我绿卡就通知就下来了，等于移民了，成为对，就刚刚好，我也不需要什么实习不实习，就直接找了普通正常的工作。我一直在电脑界，在这个一般的这些民营企业做了很多年。1999年的时候，我突然想因为
你是美国公民了嘛哦，然后你既然这里是你的家，事业的基础啊等等都是在美国，所以这边既然是你的家的话，你是不是要为这里的社会做一点贡献啊？那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做这个警务人员。警务人员，你可以做 local 的这个警察啦，或者做联邦的干员啊等等。我就问他说，我想申请做这个 Secret Service 的干员，我不是美国生的，可不可能啊？他说你是不是美国是公民？我说是。他说哦，公民就可以，你不需要在这边生的。他就给了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报名表，那个时候还是个邮寄，还不是网上申请啊，把基本资料填了，寄到了 DC 那个 Secret Service 的总部。这么多联邦政府都可以做，你为什么选择 Secret Service？ Secret Service 里面最大引诱我的一点是它的保护工作，因为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呢，我当了2年兵，我是台湾的宪兵，是要负责这个台湾领导人的保护工作。所以在台湾你就做过这个类似啦，不是有没有保护过什么总统？就是蒋经国，对蒋总统，对，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个保护工作的性质是怎么样。那我那2年在当兵的时候，我这个做的也蛮有心得的，我就觉得这个工作我其实不陌生。那我看到 Secret Service 有这个工作性质的时候，就对我来讲特别的这个吸引我。那你在申请这个Secret Service 就特勤局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步是最重要的？你如果要让一个人能够他的操守德性能够好到你可以给他一支枪站在总统的旁边，那觉得操守是 No.1， 所以 integrity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诚信，对你其他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经过训练，比如说射击啊、搏击啊、保护任务、调查任务等等，我们都可以用训练的方式来训练你。可是诚信是没有办法训练的，诚信这个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样都可以骗，怎么样都可以撒谎，可是呢，测谎会测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在讲真话。你即使知道你是假的撒谎，可是测出来你还是在撒谎，所以对逃不掉。所以这个关于诚信正直的这个品质是对这个 Secret Service 最看重的。我们在找人的时候，我们找的是 integrity，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it can be trained，but not integrity you cannot be trained。在你这么20年的执法过程当中，有没有每天都有可能意外？但是有没有真的意外发生？受训的时候，我受过一个枪伤。我受训的时候，那你如果做卧底的时候呢，你要用卧底比较小的枪支。结果我用的那把枪支走火的时候，从我的小腹打进去，一直卡在我的膝盖上方，在我的大腿内侧。我知道那个子弹的位置大概就在我的动脉旁边了。哇！那一刹那呢，我中了枪以后呢，我记得他们说 ，CP 你赶快躺下来。我躺下来，然后那一刹那呢，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说上帝啊，今天看样子我可能要回天家了。如果我回去了，如果你今天决定今天是我回天家的日子的话呢，这个我家人就交给你了，麻烦你继续的看顾我的家人。我心就非常的平静。他们事后告诉我，我的心跳没有超过80下。就是已经心跳就很平静，我也没有紧张什么，是很紧张很害怕。我也没有紧张，也不害怕，因为有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子弹只是插到你的血管，可是你一紧张，反而变成了一个破口。然后一到医院，当然他们人就准备好了 ，X 光也拉下来了，然后还去照电脑断层啊。我说很靠近吗？非常靠近。我说有多靠近？他说大概半公分。哇！我说哇。他说呢，你没有血管的伤害，你没有骨头的伤害，你没有神经的伤害，你没有肌肉的伤害，所以呢，这颗子弹就卡在那个位置，把子弹夹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打3个定速针，你就可以回家了。哇！我那个时候中枪的时候呢，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我没有去做礼拜，已经很多年。我基本上从到美国来念书开始，大概就没有去。离开教会已经很多年了。
就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不是说你不会受到任何的痛苦或者病痛或者是伤害，不是这样的，而是你有痛苦、有病痛、有伤害的时候呢，你是有盼望的。我那一刹那就是觉得说，哎呦，我是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就是要回天家了。我虽然离开教会30年，没有去做礼拜，是你离开了他，他并没有离开你，所以这就等于是个小小的一个见证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确实感觉我的心里的感觉是，第一个想到的是上帝，而不是想到说上帝，请你救我，而是说，哎呀，我是有盼望的，我不怕。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怎么又走回来教会了呢？所以我退休的时候，我正好有一个好同学，他在教会里，他知道我大概这个时候退休，退休没有多久嘞，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 ：“CP 啊，退休了吧？”我说：“对啊。”他说：“该回教会了吧？”其实我也没有犹豫，我说：“对啊，该回教会了。好，这个主日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我说：“你把地址发给我，没问题。”我是有个蛮愧疚的一个感觉，对上帝有个应该要去做礼拜，要亲近神，只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做。可是神却安排一个这样子一个好朋友来提醒我，我没有想到说我要去，我也没有教会可以去，因为离开太久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一切都有安排，就有，上帝的安排就是这样。非常。